这礼拜有一支影片造成网络上的小轰动，可是你会发现这支影片的传播率不高，因为被管制。但是在 TikTok 直接被下架。对，台派跟民进党，他们以前最喜欢宣传那个核心理念：高度的新闻自由跟100%的言论自由。可是我们从这8年来看就知道，他们错误高估了自己的雅量，这就是民进党的真实心态。强调言论自由，发现实际执行起来会造成政府很大的负担，所以用很多的弹书钳制言论自由。你只要敢戳破这个矛盾，它就爆掉如雷。就像是民进党的废核谎言已经造成我们国家的显性伤害啦，这几天一直停电啊，但是他们还是照样逍遥嘛。所以如果他标榜自己国家有够好的言论自由保障，其实执政者是要忍受很多痛苦。马英九政府就是最好的例子。马英九露蛋蛋的照片，有任何人被判刑吗？那张照片有在网络被 ban 掉吗？没有啊。如果你真的相信政府判断罪行对错的能力，那你就应该要反对促转会的运作，否则你就是双标仔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民进党没有言论自由所需要的雅量。这礼拜有一支短影片造成网络上的小轰动，就是吴思瑶跟柯建铭的那一段。我知道，我们有放。有些朋友可能没有看过这影片，简单来说就是吴思瑶他在立法院很娇羞的捶打柯建铭，网友把这个影片取名为“陈情总召俏委员”。这影片绝对有红的条件。可是你打开脸书会发现，这支影片的传播率不算太高，因为被管制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张图片，违反社群纪律，但是在 TikTok 直接被下架。对，我 TikTok 经常乱被下架。民进党真的有在管 TikTok， 他们是用检举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直接介入 TikTok， 他们是用检举的。对，可是说实话，这影片被大量传播有什么关系？讲真的，吴思瑶跟柯建铭是民进党最嚣张跋扈的立委，这个影片可以大大缓和他们的形象啊。如果政治人物都这样打情骂俏，大家可以想一下蔡英文主席娇羞捶打习近平主席的画面吗？如果这画面成真，不用谈什么中华民族，也不用谈什么两岸都是一个中国，两岸和平也绝对不是梦啊。去年巴哈姆特这张图很红啊，有人把蔡英文仰天大笑的那张经典照片改成猎人会长的酷手图。那这个猎人漫画里面有一个角色啊，他叫奇多。他一出场，他就是要选举选会长，那他的颜色是绿色的，我是说造型。但是这张图上传上去之后，很快就被巴哈姆特自主下架了。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并不能谴责巴哈姆特的管理层，因为那阵子民进党政府要把台湾各大平台找去讨论言论管控这件事啊。尽管最后没有成功，但政府给的压力，各平台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他们会自我审查。对，那历史哥，你一直以来都是黄标的常客啊。对啊，台派跟民进党，他们以前最喜欢宣传那个核心理念是什么？叫做高度的新闻自由跟100%的言论自由。可是我们从这8年来看就知道哦，他们当年在喊这个话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高度的新闻自由跟100%的言论自由对当政者的负荷有多大，甚至还错误高估了自己的雅量。一个女生哦，她在单身的时候大声呼喊，交往后双方都要有交朋友的自由，但这个女生实际谈恋爱后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忍受男朋友跟其他女生讲话，尽管男朋友只是在讲公事而已，女生还是可以找到百般借口为自己的不爽找理由。可是当男生问说，你不是说要有交朋友的自由吗？更何况我只是在讲公事你只要戳破那个女生她以前的承诺女生就会暴跳如雷，还拿出一堆弹书，说什么交朋友的自由是建立在能够保障双方感情的 blah blah blah。结论是，交朋友的自由当然是有，不过有很多但书。简单来说，看得到吃不到。人什么时候会暴跳如雷啊？就是自己不愿意承认的事实被戳破的时候。这就是民进党的真实心态啊！强调言论自由，但是又没有这样的雅量，而且发现实际执行起来会造成政府很大的负担，所以用很多的但书钳制言论自由。你只要敢戳破这个矛盾，它就会暴跳如雷。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套路。我当然支持新闻言论自由啊，但是新闻自由不代表 ABCD， 所以 EFG， 这个 EFG 理由很多种，可是本质用一句话就能说完，那就是我砍掉你的言论自由是很合理的。我用2个类比，大家应该就能够理解。第一个就是你不会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一直在说假话就杀掉他。这个社会很多人说假话，但是没有人因为说假话就要死刑。说假话不构成判刑的条件但是说假话造成他人的伤害是有各种法律去规范的。这是一个被人认为是自由民主先进的国家的共同特征。
用这个角度去思考新闻自由、假新闻之于新闻台的关系，就很明白了。如果你这个国家要宣称自己有高度的新闻自由，那你就要很大幅度的容忍假新闻在国内的泛滥啊。执政者也不能用新闻台制作假新闻当做关台与否的标准，就像是你不会因为这个人一直说假话就杀掉他嘛。但是你可以用其他既有的法律，例如用国民健康法去制裁电视上卖假药的厂商，甚至只能花很多行政资源去澄清假新闻，然后在假新闻有触犯其他法律的时候，用那些不专为假新闻而制定的法律去做制裁。就像我以前在历史歌节目里面提到的那个富察言鹤嘛，八旗文化那个编辑，对，他富察言鹤他造的假超级多啊，还出版成一堆书籍，但你可以把他枪毙，或者是要求出版社把他解聘，还是追回他之前靠造假赚的钱吗？不行嘛。就算证明了他在造假，但只要无法证明那些造假会产生及时跟明白的伤害，那中华民国法律就无法处理他。不过中共政府倒是对他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活动做了刑事强制措施1年。上个月他是去年的3月被抓了，那这个月的3月已经满了。我现在在等这个富察言鹤他的后续消息，我也想看看民进党会不会用富察言鹤当作香骂本。不过当香骂本不可怕啦，可怕的是赖清德政府把这个富察言鹤延揽入阁。文明社会保障的言论自由是包含说谎的哦。虽然说谎不可取，但除非你能够证明这个谎言有显性的伤害，不然法律是保护说谎的人的权利的。就像是民进党的废核谎言已经造成我们国家的显性伤害啦，显到不能再显啊，这几天一直停电啊，但是他们还是照样逍遥嘛。第二个，你不能够成为裁断真假价值的仲裁者。保障言论自由的第二个真谛就是你不能成为仲裁者啊。换成是政府跟媒体之间的类比，就是行政单位不能够成为假新闻的判断跟仲裁者。如果你跟一个人发生言语冲突，你却可以当一个仲裁者，定义我跟他的话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的话该受处罚。那跟你对立的另外一个人就会成为没有言论自由的受害者嘛。所以如果是要标榜自己国家有够好的言论自由保障，其实执政者是要忍受很多痛苦的，甚至会疲于奔命。马英九政府就是最好的例子啊。你看看马英九那个肉蛋蛋的照片，有任何人被判刑吗？那张照片有在网络被 ban 掉吗？没有啊。我跟历史哥年轻的时候，对啊，很爱传那些照片啊。超现在活得好好的啊。对，超爱，他们超爱传。到现在你还在网络上看得到啊。所以除非你是真神，拥有无限的智慧，才能够在审判的时候断定你的言论是否有问题啊。在民进党的支持者跟走狗心中，民进党政府是个大公无私的神，民进党政府的判断绝对不会错。可是讽刺的是不相信政府的判断一直是当初民进党拉下国民党最大的口号。可是现在的民进党支持者忽然又都相信政府的判断。如果你真的相信政府判断罪行对错的能力，那你就应该要反对促转会的运作，否则你就是双标仔啊！就像是现在大力谴责黄子佼跟统神的人，如果你当初没有用同样的力道去谴责炎亚纶，那么你就只是一个嗜血的双标仔而已啊！一个国家你要靠庞大的行政力量跟国家资源去对付那个异己跟监督者，太简单了啦！你可以扶植伪装中立的仲裁者啊，也就是秘密破坏第2项条件，使仲裁真假的权利回到执政者的手上。事实上，民进党也真的这样做啊，例如说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嘛，公都盟。对啊，国民党我觉得你还记得那个我要罢免黄捷，然后那时候我去帮忙嘛，然后当时出了一个很神奇的团体，叫做高雄市公民监督联盟，我简称高雄公公盟。他叫公都盟，那就他在干嘛？他都在帮黄捷说话，你看扯不扯？哪有公都盟？他跟 We Care 高雄不知道有没有？对他，你知道他会干嘛吗？他监督谁？他在监督老百姓啊。他监督罢免团体，你知道吗？他甚至说什么？哎呦，为什么我们不能监督罢免团体？不然我们是公民监督联盟，我们是可以监督议员，我们可以这样。你们乱罢免，我们当然可以帮好的议员说话。真的是超强。那个团体是你们在罢免黄捷的时候才忽然出现的，还是一直以来都有这个团体？事实上更没认识他，他可能有在运作，但没什么认识他。然后突然之间就在罢免黄捷的时候，突然跑出来大名大放。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没有声音会忽然大名大放吗？因为钱到位了啊！We Care 高雄啊，对啊 ，K 在哪里？对，莫名其妙。
钱没到位，我们就没有 care 了。最近国民党我觉得做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再把资料发给公督盟。对，我其实这件事我之前跟那个副总要吃饭的时候，我有给他建议啊，我说全部就党团直接决议，所有的委员通通不要一次都不要参加，直接把它废了。所以我总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一些假中立的、假道学的东西，谁再去附和它，一定要党纪处分。因为你不党纪，有一天，那个东西就变成砍死你的那一把这个利剑，那把刀。对，好像毛泽东形容的美国，毛泽东他以前生前有讲过一句话，他说啊，美国他们这种西方霸权啊，他们啊，如果他们实力比你强的话，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如果他哪一天忽然跟你讲道理了，那代表说他没有把握能够把你歼灭掉，所以只能够稍微跟你讲点道理。这其实就是民进党。总结啊，民进党真的没有那个度量执行新闻言论自由。从我刚刚上面讲的那2点来看，其实要维护一个国家有高度的新闻言论自由，本来就是一件很疲劳执政者的举动啦。所以中国大陆跟当年的蒋家都摆明了不这样干，所以被人家视为不具有高度的言论新闻自由。讲白了，这就是跟美猪还有 ECFA 一样嘛。在野的时候，民进党瞎吵瞎闹，因为这对他们有利啊，可以找理由凸显国民党的坏，进而夺权嘛。可是民进党不知道维持这样的自由度对执政当局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等到民进党自己当政了，就赶快用网军跟速发部钳制言论自由。本来以民进党的度量跟思维会这样不稀奇，在第一位跟在野的时候，会要求完全的自由，要的理直气壮。甚至国民党都已经给了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民进党还不满意，完全不懂得感激。等到民进党到了高位的时候，自然就是这样啊。因为要高位者自己的完全自由，不就是剥夺低位者的自由吗？简单讲一个哲学啦，就是当儿子的角色当不好的人，当爸爸也不会是个负责任的父亲啦。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概念。伦理就是教导人在轮替生命中各种角色的时候，应该遵循而使团体运转顺畅的规矩嘛。那第二个总结就是，有限度但有逻辑的自由跟混乱无序的自由哪个好？现在的大陆的确是有限度的自由啊，但这个自由起码是有逻辑跟脉络的。但现在台湾是看起来有无限度的自由，但实际上这个自由是无序混乱的。意思就是对民进党的人来说，他们的自由是接近无限的，但是对反民进党的人来说，自由就是看得到摸不着，还会黄标的。例如三立民是造假到天边，再多人去检举也没成案啊，更别提政府资产假消息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主张100%言论自由跟美化绝对新闻自由的人，但是我坚持说一是一啊，说到做到，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双重标准。因为不管你要不要从政，首先你得要是个堂堂正正的人嘛，要你就不要主张啊，不然你就主张以后确实执行嘛，不是用各种巧辩去取利于自己啊。有限度的自由不见得会让国民不幸福呢，但是无序混乱的自由却会让国家快速的崩解啊。以上是我今天分享的，谢谢历史哥，谢谢各位观众。好，谢谢英大，好 ，OK。